心灵暖流，情绪的枷锁，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它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谈论一个深刻而引人入胜的主题，那就是真正厉害的人早就戒掉了情绪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常常被教导追求情感表达和情绪管理，但是有一群人，他们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。他们掌握了自己情绪的控制权，并在情感的洪流中保持冷静。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，看看他们是如何做到的。请记得帮忙订阅、按赞及分享，并留下您的宝贵意见，让我们可以持续创作及分享更精彩有内涵的文章。谢谢。1. 情绪的深刻影响。情绪是我们内在世界的支撑，无论我们喜欢与否，他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情绪可以是美好的陪伴，让我们感受到喜悦、爱、幸福，但它们也可能是烦恼的源头，让我们感受到愤怒、悲伤、焦虑。然而，当情绪失去了控制，它们就成为了一种枷锁，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。当我们受到情绪的支配时，我们的思维和行为往往受到影响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处于激动或愤怒的情绪中，我们可能会做出冲动的决策，后来深感后悔。这种情况在人际关系中特别常见，愤怒和冲动可能导致争吵、误解和不和谐。当情绪的情感化不受控制时，我们可能会失去对现实的客观看法，导致不明智的选择。情绪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。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可能导致身体各种健康问题，包括心脏病、高血压、免疫系统功能下降等。这些健康问题可能进一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，使我们陷入困境。古人常说，情绪如同潮水，有高有低，有澎湃有平静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被情绪所困，我们就可能在情感的波澜中迷失自己，无法看到更广阔的视野。情绪是我们的忠实反应，但我们不应该成为它的奴隶。情绪应该是我们的工具，而不应该支配我们的生活。因此，我们必须学会如何管理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所控制。这需要意识和努力，但是当我们能够控制情绪，我们将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的挑战，做出明智的决策，并保持身心的健康。2. 情绪的无限可能性。情绪就像一个无穷的色彩调色盘，它们拥有无限的可能性，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绘画出丰富多彩的画面。从喜悦的笑容到愤怒的怒火，情绪赋予了我们的生命深度和丰富性。然而，这些情绪也可以是我们的盲点。当它们失控时，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重大困扰。情绪的多样性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生动有趣。当我们感到快乐时，整个世界似乎都明亮起来，我们的心情愉悦，充满了希望。当我们感到悲伤时，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脆弱性，同时也更能感受到爱和同情的价值。情绪的多样性丰富了我们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。然而，正如火可以温暖房屋，也可以燃烧房屋一样，情绪的多样性也有它的风险。当情绪失去控制，喜悦可能变成沉湎与享乐，愤怒可能变成暴力或仇恨，悲伤可能变成沉迷于自我怜悯。情绪的情感化如果不受控制，可能导致自我毁灭并对他人造成伤害。情绪的多样性也影响了我们的创造力和思维方式。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受到情感的启发，他们将自己的情感转化为艺术作品，创造出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。然而，情绪也可能阻碍我们的思维，使我们难以集中精力做出明智的决策。总之，情绪的无限可能性使我们的生活充满色彩和深度，
然而，我们也必须警惕情绪失去控制的风险，以免它们成为我们的枷锁。情绪管理和情绪智慧的培养，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运用情绪的多样性，并将其转化为我们成功和幸福的资源。3. 情绪管理的重要性。情绪管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生活技能，它涉及到我们如何识别、理解和处理自己的情感。这一技能的重要性在于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压力，改善人际关系，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让我们深入探讨情绪管理的必要性。首先，情绪管理不是指压抑情感，而是学会适当的表达和处理它们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表现出悲伤、喜悦或愤怒，而不是将它们压抑在内心，进而导致情绪的累积和爆发。当我们能够以健康的方式表达情感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，并与他人建立更深的连结。其次，情绪管理有助于改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我们更有可能以冷静和尊重的方式应对他人，而不是在情感的洪流中做出冒犯性的言行。这有助于减少冲突，增进沟通，并建立更加稳固的人际关系。名人格言中，马丁·路德·金曾经说过：“黑夜不能驱散黑夜，只有光明才能做到；仇恨不能驱散仇恨，只有爱才能做到。”这句话强调了情感的影响力，以及情绪管理在建立和谐关系中的重要性。最后，情绪管理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决策。当我们在情绪高涨或困忧的时刻能够保持冷静，我们更能够清晰地思考和分析，避免受情感的影响而做出草率的决定。这有助于我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。在生气时，最好的方法是保持沉默。这句话强调了情绪管理对于避免后悔和冲突的重要性。总之，情绪管理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技能，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情感，改善人际关系，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的个人成长，还有助于我们在社会和职业生活中取得成功。4. 真正厉害的人的特质。真正厉害的人有一些共同的特质，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掌控自己的情绪。他们知道情感的洪流有时会让人失去理智，因此他们选择冷静和理智地应对各种情况。以下是一些他们的特质。1. 自我掌控。真正厉害的人具备卓越的自我掌控能力。他们知道如何在情绪高涨时保持冷静，而不至于做出后悔的事情。这种自我掌控使他们能够在压力下保持平静，并做出明智的决策。2. 情感智慧。他们对自己的情感有深刻的理解，并且能够适时地表达它们。他们知道情感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但也不会让情感主宰自己的行为。他们学会了将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动力，而不是负面的情绪。3. 内在平和。真正厉害的人拥有内在的平和，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他们的内心都保持稳定。这种平和让他们能够应对各种挑战，并在逆境中保持坚韧。4. 自律和毅力。他们对自己要求严格，并且有强大的毅力。这种自律使他们能够坚持追求目标，即使面临困难和挫折，也能持之以恒。勇气不是在缺乏恐惧时表现出来的，而是在面对恐惧时行动的能力。这种自律和毅力正是真正厉害的人所拥有的特质。5. 情感稳定性。他们不容许情感的剧烈波动干扰自己的稳定性，即使面对挑战和逆境，他们仍能保持情感的平衡，这使他们更能够应对困难并找到解决方案，以成为一个更加厉害的人。5. 学会戒掉情绪的方法。要学会戒掉情绪，我们需要掌握一些有效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、管理和应对情感。
以下是一些学会戒掉情绪的方法。一、自我认知。了解自己的情绪是学会戒掉情绪的第一步。我们需要学会识别自己的情感，并了解它们是如何产生的。这种自我认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某种情绪反应，以及如何应对它们。二、情绪管理技巧。学习一些情绪管理技巧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控制情感，这包括深呼吸、冥想、放松练习和运动等方法。这些技巧可以帮助我们在情绪高涨时保持冷静，并减轻情感的压力。三、情绪智慧。情绪智慧是指我们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和应用，它包括了解情绪的来源、影响和后果，并学会如何适当地表达和处理它们。情绪智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情感，并将它们转化为积极的行动。四、自我反思。定期自我反思是学会戒掉情绪的重要部分。我们可以反思自己过去的情绪反应，分析它们的原因和后果，并思考如何在未来更好地应对类似情况。这种自我反思有助于我们不断成长和进步。五、寻求帮助。有时候，学会戒掉情绪可能需要专业的帮助。心理治疗师或辅导员可以提供指导，帮助我们处理情感和学习更健康的情绪管理方式。不要害怕寻求帮助，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六、实践情感智慧。情绪智慧不仅仅是知识，还需要实践。我们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些技巧来逐渐培养情感智慧。这包括在情感高涨时停下来冷静思考，适时地表达情感，并学会接受和放松。我们可以逐渐培养这一技能，实现更丰富和充实的生活。不要忘记，这是一个持久的学习过程，需要不断的努力和实践。真正厉害的人早就戒掉了情绪，这句话可能让一些人感到困惑或不同意，但它提醒我们，情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宰，而应该是我们的工具。当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时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标，并在生活中取得真正的成功。希望这篇文章能够启发你，让你思考情绪在你的生活中的角色，并寻找方法来戒掉它们，以达到更大的成就。谢谢观看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。